我婆婆偷了我妈的遗物，然后她嫁祸给了我5岁的侄儿。我在卧室装了摄像头，她进我房间，从来没敲过门。我以为这只是开始，没想到这是我守住边界的第一步。妈，谁进我屋子了？乐乐刚才进去玩了会儿，小孩好奇嘛。来，乐乐，我妈留给我的那只镯子不见了。不就是个旧镯子，一会儿妈给你找回来。你先坐下吃饭，菜都凉了。那是外婆传给我妈，我妈传给我的。桂兰好心帮你收拾屋子，你进门就问谁进你屋，这什么态度？就是，我们那会儿婆婆翻媳妇柜子，谁敢吭声，都得受着。现在年轻人惯的。我妈临终前戴在手上的东西，她走的时候手上只有这个。一个镯子值几个钱，大惊小怪。嫁进来还想跟婆婆较真儿？这不是较真，这是我的家，我的房间。知意，你今天加班累，妈心里知道。可你这态度，让满桌客人多难堪，我老脸往哪儿搁？亲戚都在呢。知意，先吃饭吧，吃完饭我帮你找。你知道那镯子对我什么意思？不用找了，我这里有记录。什么记录？你什么意思啊？7点15分，乐乐手上什么都没有。我是看你加班晚回来，想替你收拾收拾屋子，我真的只是想帮你。门口的门铃是我装的，屋里的摄像头也是我3个月前装的。我不是防谁，是防我的房间再被翻。你在屋里装了摄像头，你从来没说过。您进我房间也从来没说过。桂兰，你这是……我就是想帮你收拾，我真的只是想帮你。妈，镯子我拿走了，以后进我房间请敲门，任何时间。知意，妈真的只是想帮你，你就不能给妈一个台阶下吗？台阶我已经给了，饭我没掀，亲戚我没赶，我要的只是敲门。妈，你在的时候，没人敢碰你的东西。你走了，连你的镯子都差点保不住。爸，不回了，这边有点事儿。我白对他好了，白对他好了。你们看看我今天这张老脸往哪儿搁？算了算了，孩子不懂事，你跟他计较什么？先回去，外面冷。我养了儿子30年，今天让儿媳妇当着全家的面调监控。哎呀，都是误会。桂兰记性不好，不小心碰掉的镯子不是找着了？我是看你加班晚回来，想替你收拾屋子，镯子收拾成是午门。您从口袋里掏出来，塞到枕头底下，监控里很清楚。程安，你给妈说句话。妈，监控都拍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监控都拍了，您别说了。桂兰，你先坐下。知意，你也别气了，都是一家人，你妈心里是疼你的。方式不对，和没把我当人是2回事。你这孩子，什么没把你当人？进我房间不敲门，翻我东西，拿走我妈的遗物，嫁祸给一个5岁的孩子，这些事儿叫方式不对。我当时脑子一热，我真的没想那么多。知意，这事儿是妈做错了，我就是怕你们跟我隔着一层，我想离你们近一点。近一点，不是近到没有门。知意，我妈道歉了，二姨也说了，以后不进了，能不能就过去了？你站在门口从里监控都拍一句能不能过去了，你想让他过去，是你不愿意面对。我妈不该翻你东西，她道歉了，还要怎么样？不是她道歉，这事儿就结束了。是你从头到尾没有站在我这边。那我该怎么办？你自己想。
今天差点丢了，差一点。老赵找你，给他回过去。林律师，我不只是来问问，他昨天说要离婚就别想见孩子，他说到做到。他拿孩子威胁你，他上次真的把孩子带走了3天，我找不到，他妈在旁边说孙女跟爸天经地义，我一个人说不过他们全家。你结婚多久了？3年，忍了3年，我以为他会改，会改和正在改是两回事。林律师，你也是女人，你觉得我该离吗？我不能替你做决定，但我可以告诉你，他拿孩子威胁你，这已经不是婚姻问题，是抚养权问题。这是离婚冷静期申请书，30天内可以撤回，不是让你必须离，是让你手里再决定有一张牌，先给自己一个选项。如果他再来抢孩子呢？那我们今天就同步申请临时保护令，禁止他单方面带走孩子，2条线同时走。我等你半小时了，刚才那客户哭的走廊都听见了，又是个婆媳问题。不止，抚养权纠纷，她丈夫把孩子带走3天，她找不到。这种事你接的越来越多了，是不是看到他们就想到你自己？离婚协议、落款日期、结婚第60天，这都7个月了。7个月，你7个月前就写好了，为什么从来没跟我说？你在等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也许在等自己想清楚。你想了7个月还没想清楚？你给客户的建议是今天申请，你自己等了7个月。之夜，你是律师，你分得清和做得到中间隔了7个月。今天不接了。客户撤资了，项目组下周解散。老赵让我今天去公司签字，我没去。30多个人，项目我一笔一笔盯着做了2年，全没了。谈了一整夜没用。他说董事会已经定了。你当年帮我做的那些画槐树数据，那些客户资源，你再帮我一次，就这一次，我保证以后不来找你。你昨晚怎么跟老赵说的？我求他再给1周。他说不是我能力的问题，是客户不敢投了。客户觉得项目风险太大，跟我的方案没关系。他就是不信我。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是。客户怕行业政策变动，老赵说这是大环境的问题，换谁都一样。但我不甘心，我做了2年，就因为这个原因全没。你认识的人多，你帮我拉几个新客户，项目还能重新起。签个字，边界协议你签，我帮。但我帮你的是整理一份客户联系清单，剩下的你自己谈。就这些，4条。我的房间、我的抽屉未经同意不能动。第2条，大事商量，小事自理。第3条，亲戚来访提前告知。第4条，经济独立，债务自理。你签过，我们以后就按这个来。我签。第1条、第2条、第3条、第4条全签，只要你帮我，这个项目我不能让他死。婚前财产公证申请书，给我自己的。从明天起，这套房子不管以后怎样，和周家没有关系。这又是什么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公证？你要把房子和周家分开？陈安，你签了什么东西？妈，这是边界协议，我签了，刚才签的。4条，第1条，他的房间不能动，我同意，我也需要你同意。什么协议？夫妻之间签这种东西？程安，你是不是糊涂了？我跟你爸一辈子没签过这种东西，你让他拿这玩意儿压我一头？不是压你，
是我签的，我同意的。你进他房间从来不敲门，他装摄像头也是没办法，这事儿我们自己解决，你不用管。你拿律师那套来对家里人，我是婚姻家事方向的职业律师，这套保护我，也保护他。从明天起，房子和周家没有财产关系，我们还是一个家，但财产上各归各的。各归各的，那还叫一家人？程安，你也签了这个？我签的是边界协议，公证书是他自己的，不需要我签。妈，你先进屋。我妈的手烫了，你去看他，烫我会收。爸，今天跟他说了婚前财产公证。我知道，当年也被人这么说过，这规矩不欺负人，没规矩才欺负人。你现在做的跟当年你妈守着这间卧室是一回事儿。爸，你说我妈会怎么想？之意，你终于动手了。他不是针对你，他只是需要被尊重。边界协议我签了，我是自愿签的。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不是他逼我，是我自己选。他说的每一条，我都同意。妈，你需要知道一件事，他说得出，他就做得到。以前你不信，现在你应该信了。我以前也想过要被人尊重。签了字就不是一家人了。程安，你看看他，妈这辈子没受过这委屈，你把那个东西从冰箱上拿下来。妈，协议是我签的，第4条说的是债务自理，跟你没关系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养你这么大，你就看着他欺负我。你爸走得早，我一个人把你拉扯大，你就这样对我，是不是协议比妈还重要？妈，你小声点，志毅在屋里，他明天还要上班。他上班，我明天还要买菜呢，他这是要逼死我！你听听他说的什么？从我进来到现在，他连门都没开。志毅，妈哭了，你能不能出来跟她说句话？就一句。协议第2条，进我房间先敲门，你在门外说的不算。妈头疼，妈老毛病犯了，你让妈进去躺会儿。以前哪不是妈给你熬汤送药，现在你连门都不让妈进，你干脆把妈当外人赶出去算了。妈，你心脏不舒服，那个药你什么时候开始吃的？吃了半年了，爸爸从来关心我，就算死在这屋里，他也不会开门的。你让他开，你跟他说，妈快不行了。上周单位体检，我问过家庭医生，您血压偏高，心脏没有问题。您手里那个药瓶标签上写着维生素 C。你查我，你连我吃什么药都查。家庭医生的联系方式是我今年3月给您存进手机里的。您上次体检是我陪您去的，您的报告我留了一份。妈，你脸都白了。志毅，他真的不舒服，你出来看一。你是他儿子，你能照顾他。协议第4条，大事商量，小事自理。生病你带他去医院。你以前都会管的，以前妈一说舒服，你比谁都着急。你现在你连门都不开。我会管。然后他进了我的房间，翻了我的抽屉，拿走了我妈的镯子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你自己来。7个，
全打了。3个说项目方向不行，2个说预算封结，1个直接挂了我电话，最后1个说行业政策变了，明年这个赛道没人敢投。第3个谈的最久，他怎么说的？他说方案其实不错，数据很扎实，但董事会下了死命令，这个方向全部砍掉，跟方案质量没关系。他说如果是去年他会投，今年不行。你今天打了7个电话，你以前连第1个都不敢打。有什么用？7个都拒绝了。我打了，我努力了，结果还是一样的。结果一样，但你不一样了。我去倒杯水。今天第3个电话谈了40分钟的那个人，你明天再打一次。为什么？他已经拒绝了。拒绝的是项目，没拒绝你。明天再打一次。第3条，亲戚来访提前告知。第4条，经济独立、债务自理，这2条他都做到了。剩下的呢？7个月。还在。周末了，走吧，楼下新开了家居酒屋，我请你。周一开庭，我得把证据链理完。对方2个律师，一个打财产转移，一个打婚姻过错，我不能留漏洞。你周5晚上理证据链，周6不行吗？周6还有周6的事儿。他说周末做饭，上次他做饭是去年，他妈在旁边指导我负责洗碗。你是不想回去，不是不能回去。以前他每次说我做了顿饭都是他妈做的，我只是不好意思拆穿。这次也许是他自己做的，但我不想去验证。你说我是不是太小气了？他都签了合同，这不是小事儿，我连回去吃顿饭都不愿意。你不是不愿意，你是在保护自己。你怕回去以后又是他妈站在灶台前，他又说我妈她不是故意的，然后协议白签了。你怕的不是一顿饭，你怕的是这顿饭证明什么都没变。你自己去吧，周一开庭，我周末得把这堆东西理完。行，但周一把晚上留给我，你赢了案子我请你。输了怎么办？你不会输，你对自己狠成这样，对手赢不了。程安，周末回来吃饭吧，妈包了饺子。不回了，妈，今天我自己谈了个客户，建材公司的采购订单。你自己？志毅没帮你？没有，他律所加班，我自己打的电话。上周那个客户转介绍的。那他怎么不回来跟你庆祝？不需要他庆祝。你变了，以前你说妈说的对，现在你说不许。妈，我自己谈的客户，我自己签的合同，你替不替我高兴？林律师，我不需要你劝我再想想，我已经想清楚了。我只需要你帮我把离婚协议写好，财产分割、孩子抚养都按法律来。你今天来是因为你已经做了决定，不是来问我要不要离。我来之前的3个月，每天晚上在同一件事，它会不会变？3个月，它什么都没变，我变了。你变了什么？以前我想的是它会不会变，现在我想的是我还能不能等。答案是不能。我已经等了太久，不是等它变好，是等我自己准备好。等自己准备好，这句话你用了多久想清楚？3个月，从第一次走进律所到今天。我之前那位律师一直劝我再想想，给我列了一堆修复婚姻的建议你只是把表格推过来，说先把选项摆在桌上。你当时就知道你会选什么。我知道，我只是需要有人告诉我选项在桌上，你可以拿。我们今天把离婚协议草稿拟好，你回去再看一遍，不是再想一遍，是确认你没有漏掉任何你该得的东西。好，我今天来就是做这件事的。你刚才说3个月前第一次走进律所，你第一份申请是什么时候交的？上个月，冷静期还有10几20天，他已经搬出去了，孩子在我这边。他搬出去的时候，你什么感觉？我以为我会哭，没有，我只是把他留在玄关的那双拖鞋扔了。那双拖鞋每次看到他，我就想起他说明天再扔，说了2年，我自己扔的。庭开完啦。赵律师说你今天一个眼神就把对方律师的评估师资质驳回去了，不是眼神，是证据。3年前同一评估师给被告做过抵押评估，利益冲突。那你还不吃饭？赢了案子怎么跟输了似的？你今早接待的客户说了什么？他说他等了3个月，不是在等自己准备好。他上个月交了申请，冷静期还有10几20天，他把他的拖鞋扔了。
你还在等什么？以前我以为我在等他，我在等自己，等自己不再需要他回来兑现什么。那现在呢？今天开庭，法官说了一句话：程序是保护决定的方式，不是拖延决定的方式。我替我的当事人申请了独立不为诊吗？他们来找你是因为已经做了决定，你还在做决定的路上。区别是你有法律工具，但你还没按下第一个按钮。快了？什么？第一个按钮？快了？你记得去年那个案子，女方等了5年才来找你，你帮她追回了被转移的财产，但她后来跟你说了一句话，她说：“林律师，我最后悔的不是婉离，是没早点决定。”这个案子，刘志强，上市公司创始人，他妻子指控婚内财产转移、离岸信托、股权分割，还有家暴指控。对方请了3个律师，张丽萍带队。开曼信托受益人变更记录，婚后有调整，不是婚前一次性设立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案子给你。你上周那个案子的独立评估申请，法官批了。张丽萍今天上午打电话来问你的名字。他问我什么？他问林律师执业几年了？我说4年。他说4年就敢申请独立评估，你带的？你怎么说的？我说他不是我带的，他比我30岁时强。这个案子赢了，你的合伙人评审材料就够了。时间窗口呢？3周，下个月听证会。张立群已经在媒体放消息了，财经周刊下周要采访，别接采访。他在媒体面前设套是出了名的。我需要团队。你终于说这句话了。苏婉税务方向，他配合你，下午就能进组。周5前我要对方律师团名单，3个人的职业背景、过往案例、擅长方向。你一个人整理，让苏婉帮你。他负责税务结构，我负责对方律师，分头做。周5碰。周5碰，卷宗拿回去，别在办公室看到天亮，回家看，家里有人等你。饭菜在灶上，回来了，自己热。今天我做的红烧排骨，上次你不是说想吃，我照着菜谱做的。你自己做的？我妈今天没动手，她说你自己来，我看你能做成什么样。我说的是实话，30岁的人了，做顿饭还要妈盯着。你先坐下，我把排骨盛出来，就是可能有点咸，我尝了好几遍，盛到最后自己尝不出来了。你那个案子，程安说很大，要多久？3周。3周？那这段时间你不管家里了？协议第4条，经济独立，债务自律，您不需要我管。我说的是饭，不是钱。你加班回来饭还热不热？我这个当婆婆的关心一下，这也要扯到协议？吃饭吧，排骨趁热，真的有点咸。不咸，刚好。不咸，刚好。真的，我尝了7、8次，最后舌头都麻了。真的，咸淡刚好。咸了，再多放点冰糖。你小时候不是最喜欢吃甜的？知意说刚好，那是给你面子。是给我面子。咖啡，楼下买的，不是我妈煮的。你说过他妈煮的咖啡太甜。今天怎么起这么早？我昨晚没怎么睡，在改方案。上次那个建材合同的回款周期太长，我重新做了一套分期付款的方案。我想今天去公司跟老赵谈。你自己做的方案？数据是找财务要的，模板是网上下载的，格式可能不太对，但内容我自己写的。你能不能帮我看看？不用现在，你晚上回来有空的话，随便翻翻。我晚上不一定回来，赵律师约了我讨论刘志强案件的证据链，你放在我书桌上，有空我会看。行，你放桌上就行，不，你放哪儿都行，随便放。你晚上不回来，我就自己先跟老赵谈，反正方案我自己做的，数据都在脑子里。文件夹放这里，晚上回来我拿。好，晚上见，或者你忙完再见。我没想打扰你，就是方案我改完了，老赵看过了，他说可以用，他让我下周正式提案，我就想跟你说一声。你做到了。什么？上次你打电话7个都拒绝了，我说结果一样，但你不一样了。这次是你自己找他谈的，方案是你自己写的，数据是你自己找的，你不用再找我确认。我想请你吃个饭，就楼下那家面馆，不用很久，你就吃完面再走。今天不行，赵律师6点半等我讨论证据链，下周推证会。好，你忙你的，我回去自己吃，正好把方案再改一版。老赵说格式不太对，下次我来之前提前给你发消息，按协议提前告知。方案别改太多，老赵说了可以用就不用完美，你总想一次做的完美，结果什么都没交出去。这次你已经交出去了，恭喜你。恭喜你，你今天又赢了。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案子，但我知道你赢了。
桂兰今年生日排场大啊！程安，你妈过生日，知意几点到？他说6点半，律所那边有点事儿。大案子才好，知意忙，说明有本事。我们周家娶了有本事就行。妈，生日快乐！路上堵，迟了5分钟。不迟不迟，菜还热着。来，坐妈旁边。程安，你往那边挪。知意最近瘦了，加班多吧？程安说你接了个大案子，上市公司。下个月听证会，这段时间会比较忙。忙归忙，饭要按时吃。你看这排骨，我炖了一下午。你和程安搬家以后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想着你们周末回来我做顿饭。排骨刚好，谢谢妈。知意说刚好就行。你们年轻人呢，再讲究我没放太多盐。知意。我以前有些事儿做得不好，翻你东西那次脸上怪不住。今天我生日，不说一句，门明明马门的锁吧。妈，今天怎么提这个？你爸一个人在家吧？是加班让你爸也来吃饭。我这做婆婆的很爸他习惯自己做饭，大学一个人在家翻书能翻1天。谢谢妈惦记。知意啊，你那个案子现在怎么样了？涉及离岸信托，流程比较长。愿一家人都好好的。我明天早上有庭前准备，先走了。妈，生日快乐，蛋糕改天补上。蛋糕还没分完，下周听证会时间紧。程安，我送你去楼下，地铁站有点远。不用，我叫了车。他就这么走了。你过生日，他吃完就走了。我说桂兰，你这婆婆做的也太好说话了。他忙，上次在你们家，他当着全家人的面调监控，那件事就这么算了。他说排骨刚好，谢谢妈。妈，知意今天来了，他说了生日快饭，吃了蛋糕，他什么都没错。二姨，别说了。林律师，有位阿姨说是您家亲戚没预约，我让她在会议室等了。我认识她，倒2杯水，然后请苏律师过来一趟，跟她说是我家二姨。知意，我来看看你。你婆婆让我带的昨天生日剩的排骨，她说你爱吃。二姨，您来之前可以打个电话，我们律师所有预约制度。你婆婆说你生了合伙人，这办公室挺好。我还没生，是准合伙人。二姨，您今天来有什么话想说，直接说就好。你婆婆昨天生日，你走之后她哭了，她说以前那些事儿她做错了，但她年纪大了，不知道怎么开口跟你说。二姨，您是我婆婆的妹妹，您来跟我说她不知道怎么说，我可以给您几分钟，但您知道我是做什么。我知道你是律师，知意，一家人有什么不能好好说的？这是我名片。如果您今天是来替婆婆传话的，您的话我听到了。如果以后有什么事需要正式沟通，我按小时收费，1500。你跟你婆婆也这么算钱？协议没说过收钱。您是婆婆的妹妹，您来之前没有跟我说，以后如果要来，先打电话。知意，赵律师找你要补充材料，今天下午就要递上去，需要我帮忙吗？二姨，我下午要开庭前会议，您带的排骨我会拿回去，但不是现在，我要去工作了。名片我拿一张，下次来我提前打电话。1500，你比上次又涨价了，你拿去吃，还热着。上次是办公室见面，这次是上门施压，通胀。他最后那句提前打电话，说明你的墙有效，不是因为你吼了他，是因为他试了。昨天是婆婆试，今天是他试，都碰到了墙。这么多法律书，他一个人看这么多，别翻他东西。我上次翻过一次，他把电视调出来，全家都看见了。我们又不拿什么，就是看看。桂兰，你钥匙还在，他没让你交回去。程安给我配的，他改过密码，但钥匙这案子是不是报纸上那个上市公司？他一个人对3个律师。阿姨们，知意不在家，你们怎么进来的？苏然，我带了钥匙，他们想来看看新房子，就坐坐。来看看，翻他的笔记和书架，叫来看看。我们就是看看，又没拿什么。书架，公依法实物被挪了，鞋柜抽屉被打开过，案件笔记内部资料被翻了第1页。阿姨们，你们继续看，我拍着。你拍什么？这是我们亲戚之间的事，你一个外人拍什么拍？这是林之意的家，我是不是外人，他说了算。你们没有钥匙，他不在家，你们怎么进来的？钥匙是程安给的，我就是带他们来看看，没想翻东西。您钥匙还在。协议第3条，亲戚来访提前告知，他不知道你们今天来，您提前跟他说了吗？妈，你怎么？谁开的门？妈，钥匙给我。苏然，钥匙你拿着，转告知意，这是最后一把。知道了，3姨4姑，我送你们出去。你回来干什么？工地上没活了？有活，我请了假，想回来看看。20年了，你从来没说回来看看。程安发高烧那回，我打了7个电话你没接，现在你回来看什么？都过去了，
过去了，你跟我说过去了。你妈在世那会儿，冬天我坐月子，她让我用冷水洗颞布。你在哪儿？你在工地。你说妈年纪大了，你让着她。我现在年纪也大了，谁来让我？爸，你回来是有什么事儿？工地上有个年轻工人的媳妇儿要跟他离婚，他说他老丈母娘住在他家，每天跟他媳妇儿说他没用，他来找我借酒，我说我没资格劝，我自己媳妇儿我也没陪过，我就想回来看看你妈。看什么？看我有没有死？爸回来了，刚到。周叔，您回来桂兰姨知道吗？不知道，她从来不提前说。20年前不提前说，现在也不。我还在供销社上班那会儿，有一次她走了3个，一封信没来，我以为她死了。你不提前说，是怕妈不让你走。你不是不想回来，你是不知道回来以后站哪儿。我以前也这样，每次我妈和知意之间出事，我就站在门口，等他们自己解决。但我签了协议。知意说第4条经济独立，债务自理，那条不是针对我妈，是针对我，你得自己面对你自己的。我今天早上查出妈身上还有一把钥匙，我让她交出来，然后我把钥匙权限删了。我想了很久，以前我没做，今天做了。我不会说话，你比我强。你们父子2个，一个不说话，一个说太多，我图什么？爸，你现在不用说了，但你别走。他做饭的时候，你坐在这里，不用说话，坐在这里就行。我爸今天说他不会说话，我以前觉得这是个借口。今天他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攥着打火机，我突然想，他可能真的不会。他在工地上跟工人说话，聊工程，聊进度，他能说，一到家他就不会说了，不是不想说，是不会。你以前也不会，7个电话打之前，你手在抖。我那时候觉得我打了对方拒绝了，我就完了，拒绝的是项目，没拒绝你。后来现在是他自己，不是我妈。你今天跟你爸说得自己面对，你说的每次都是你说的，但今天是我自己说。周叔回来，你妈今天第一次没有打电话来哭。她在厨房做饭的时候，我站在门口，她没系围裙。你上周说快了，我问你是什么，你说第1个按钮。这都过了快2周了，你按了吗？没有。你还在等什么？以前我以为我在等他，等他把项目做起来，等他学会在他妈面前站我这边。后来发现不是，他变不变跟我按不按键是2件事儿。那为什么还不按？我在等自己，等自己不再需要他回来兑现什么，等刘志友案子做完，等一切都落定。你等了一堆，等风停了再出门，但风从来不停。你第一次推开王姐的表格是7个月前，她上个月已经离了，你还在等。我爸上周给我发了一条消息，他说我妈当初说边界不是用来谈判的，是用来选择的。他想了一辈子，最后选了，我还没选。你知道你和你那些客户最大的区别是什么？他们来找你的时候已经选完了，你还在选的路上。但区别不是他们比你强，是他们已经忍到了头，你还没忍到头，你在等那个到了，快了。不是等他，是等我看到自己不需要他的那一刻。咖啡，楼下买的，不是我妈煮的。上次你说太甜，这次我选的无糖。你今天见苏冉了？她发了条朋友圈，我知道她在说你，我不是故意看到的，就是刷到了，我知道。是律师，他说话直接，他在帮我。我知道，他帮你就是在帮。我想问你一件事，不是逼你回答，你不需要今天回答。刘志强案子做完以后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不是案子，是我们。你第一次问我打算怎么办，以前你问的是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以前我以为只要你肯给我机会，问题就能解决。现在我知道问题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是你。你选什么我都得接受。协议第4条说的经济独立，我也需要独立的心理准备。你不需要今天回答，我只是想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。我在想，以前我以为离婚是失败，现在我知道失败是明知道应该做选择却一直等。刘志强案子还有不到1周，案子结束那天我要做一个决定，不是关于你，是关于我自己。好，你决定，不管什么决定，我签过协议。第4条我守。妈，我今天签字，不是因为他变没变，是因为我准备好了。
刘志强案子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，明天听证会。你签了？签了，不是提交，是准备好。刘志强案子明天结束，我答应过你，案子结束后做一个决定，我做了。但我不是明天就要去民政局。我刚才签字的时候想，7个月前我写这份草案，是想等一个他主动说出口的结果。现在我知道，他不说不是因为还在想，是因为他从来不敢。我签字，不是为了让他知道，是为我自己。为自己证明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好，你准备好了，我尊重你的节奏，不管明天、下周还是下个月，协议我签过字。第4条，经济独立也管不到你，你做你的决定，不用考虑我。我考虑了7个月，考虑了很多次。这次不是考虑，是决定。你以前问我还爱不爱你，我现在可以回答你，我不知道什么叫爱了，但我知道什么叫尊重。你今天在你爸面前说的话说的对，你签了协议第4条做到了，所以我可以坐下来跟你谈这件事儿，不是在协议里加条款，是告诉你我的决定。我收到了你的决定，我不问什么时候，你准备好了告诉我就行。但你刚才说你不知道什么叫爱了，我懂，我这些年也没弄明白，我以为让你帮我做决定就是，我错了，所以现在我什么也不说。你刚才说的就是我这些年最希望听到的话，不是因为说了什么，是因为你终于不需要我告诉你该怎么说。晚安。我去小区门口买点菜，你晚上想吃什么？都可以。程安说今晚加班，老赵让他改方案。你睡了吗？没有，方案改完了。改完了，老赵说这版可以用，明天正式提交。我妈今天来了。他说去买菜，傍晚的时候，你妈最近身体怎么样？她说还行，就是老毛病，头疼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问问。你改了3版，明天提交的是你自己写的。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一直在瞒着你什么事儿，你会问他吗？你说我妈？以前我会问她，现在我等她自己说。你发现了什么？我只是在想，你以前说他不告诉你他的事儿是因为怕你担心，我现在觉得不是，他不告诉你是怕你把他当病人，他和你之间的关系就不是保护与被保护了。你连这个都想到了，我没想到。明天我交方案，他说他去小区散步，以后我陪他去。他不担心，他昨晚说以后陪你散步，他自己想到的。页底标注，日期，上次被老赵退回来就是因为日期格式不对，没有问题。失业，不是要你帮我看，我就是想问一下，标题页要不要写项目编号，还是就写项目名称？我上次加了编号，老赵说太啰嗦，但上次和这次是不同的项目。你自己的项目，你比我清楚。我走了，去老赵那边，今晚可能回来晚，提交完他要开会。好，格式改对了。自己改的。周叔，
我是苏冉林之意的朋友，您上次回来过一次，我有件事想跟您说说。你给周叔打电话了？之意，我今天去你家，桂兰姨不在，保姆说她高血压又犯了，我就想把她丈夫叫回来。我知道这不对，但我看她那个样子，想到你看到她药盒那天什么都没说，我替你说，苏冉，她一个人偷偷吃药，是她有权利选择不告诉任何人。你看到她手指在抖，我也看到了。我给她的选择空间就是，她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告诉周叔，你替她做了这个决定。我越界了，我以前也越界。周晨安项目出事那次，我用协议逼他签字，后来我才知道你替我也是越界。下次先问我，但我知道你是怕我一个人太累，你打的不是周叔的电话，你打的是我的线。药盒你发现了没告诉任何人，他纸条你留下了也能守住自己的线。周叔回来也好，桂兰姨前几天把菜放冰箱，还给我写了纸条，她说别跟程安说。我第一次觉得她需要的是他，不是我们，她需要的是丈夫，不是儿子。你说的对，我越界了。婆婆的边界也不是她现在需要的不是协议，是有人在旁边。我先挂了，明天刘志强案最后一天开庭，周叔回来，我让他跟陈安一起去接你，当面说。晚安。你妈以前写信运的笔，她走后我收起来了。上次说等你结婚那天给你，我忘了，今天补上。她写信给我，大学那会儿，每周一封，我都留着。她最后那封信，你看了很多遍。你跟我说，她说：“之意，你以后结婚了，别学我。”我问你，她别学什么？你说别学她忍。我一直在想，他说的边界不是命运，这句话我想了几年，他想了一辈子，最后选了。我还在选。你不是还在选，你早就选了。从你在他公司出事的晚上说今天不接了，从你签了协议条款让他自己面对，从你在他妈面前一字一句说这是我房间请敲门，你每一次都在选。你只是在等自己承认你已经不需要他了。你妈当初选了30年才选明白，你比她快。爸，我想他，我想他告诉我，我不是在背叛我家的那个人，我只是在守住他教我的那条线。你没有背叛任何人，你在守住他留给你的最后一样东西，不是镯子，是他说的那句话。他走的时候说，我最不放心的不是你，你从小就独立，是知夫，他太懂事，太容易替别人扛。我现在可以告诉他了，不只是守住线，是教训自己一个人走了整整7个月，他做到了，你可以天上看着呢，都看到了。笔我先不拿走，等我走完最后一步，我把笔带走。爸，谢谢你。笔不急，你走完最后一步再带走。你妈的东西不急。爸，下次来我带新的案卷。刘志强的案子结束了，我赢了。我知道你会赢，你妈也知道。不是咖啡，上次你说咖啡太甜，这次我买了酒梗。花店老板说白色酒梗的花语是对不起，还有重新来过。我现在每次跟你靠近都觉得要重新来过，从零开始。你不用从零开始，你从第10集那个自己写的方案开始。你看到了？看到了。我今天去我爸那边，他把我妈以前写信的钢笔拿出来了。他说边界不是用来谈判的。
不管你选什么，我守第4条，到时候你带桔梗去律所带回来，不管离不离都是你的话。好，我拿去律所放在窗台上。上次窗台上那盆多肉干死了，这次我会浇水。写好了4条款，你签过的那份边界协议是基础分事程序。我不恨你，从签那份协议以来到现在，你已经做的比你爸多了。但有些事不是对方变好就能改变的，变了也好，路也分了，该结束了。签了，以后周末我能给你发消息吗？不说过去，不说协议，就说楼下的冬青涨了多少，你律所楼下奶茶店换了牌子，这种无关紧要的。可以，我回不回不一定，但你可以发，无关紧要的就好。那些冬青，我每次经过也看到。我从签协议开始，第1个电话，第7个拒绝，第1次方案，第1个勾，都是你看着做成的。那时候我以为证明自己做得到，你就会留下来，后来才知道不是。你留下不是因为我能做什么，你不留下也不是因为我做不到什么。你只是选好了自己的路。知玉，没有事，就是想跟你说一声，我爸刚才打电话来，他说他明天到，他说这次他请了1整个月的假。我已经签字了，我现在需要做的不是改变过去，是让自己平安的走完这一步。我需要时间，不是用来后悔的，是用来看回自己之前走过的路。分居以后，你继续做你的方案，改你的格式，我也继续接案子。我们各自把这个阶段过完，我已经签字了。我现在需要做的不是改变过去，是让自己平安的走完这一步。平安就好。摘了。今天早上摘的，不是昨晚。昨晚签完协议我没摘。我想了一夜。戒指摘了，协议签了。你我之间不是离婚，是结束一个阶段。我不恨你，戒指是你当时买的，现在我还给你。不用还，那是你的，你留着，不用带留着就行，不是纪念品，就是我们曾经也走到过这一步的证明。我不是在等你，就是下来透透气。今天方案被退回来了，不是格式问题，是项目方向要改。我在想，以前每次项目出事我就找你，今天我自己在下面站了半小时，想通了。上楼吧，你先上去。方案方向要改，你知道怎么改吗？知道，以前不知道，现在知道。改方案比改人容易，人被国式化了一次，不是退回来，是选了不同的方向。你先上去，我就在下面再站一会儿。今晚月亮挺亮的。给。无糖的，不甜。上次那通电话我打给周叔，你说我越界了，我想了很久，那几天整晚没睡好。今天来说对不起。收到了。就这3个字，我花了半小时车程2杯咖啡，一个失眠的晚上就换收到了。你想让我说没关系，但我不是你应该道歉的那个人。你打的是他的电话，你应该跟他道歉，不是我。我是被你碰到边界的人，不是被伤害的人。你帮我是好意，但下次先问我，你的线画在哪儿？在打电话之前先问你。画好了。周叔到了，到了，中午刚到，你马上可以当面说，他就在楼上。你请了1个月假。领导不高兴，不高兴也得批。我说我要回家陪我妻子。他不信，我说我信。昨天我自己去小区门口买菜，看见有人在跳广场舞。我以前觉得那是嚼舌头的，
我现在也想去学，不是为了凑热闹，一个人在家里太安静了。周叔，上次电话是我擅自打给你的，知意没让我打。我想好了，应该跟你道歉。你的号码我删了，以后我只发消息给知意。桂兰一有事我会告诉她，你们自己决定。我不怪你，你打的对，没人打那个电话。我还在工地上想，他应该没事。我来的时候看到他那盒速效救心丸，我都不知道。我爸在舀米，他第一次舀米，不知道米要淘3遍。等下我妈看到没淘的米下锅，又要说，但他自己在学。刚才你对周叔说的，需要我帮什么？不用，我自己的边界我自己画，修好了。桂兰姨，我爸那边的茶叶他让我带给你，降压用的。他听说你血压高，开水泡，不要煮。好，下次他来了，我泡这袋茶给他喝。你爸的字儿写得好。签了，从今天起，你的办公室换到18楼。刘志强案胜诉判决书今天上午到的，独立评估报告被法庭全文采纳。张立群当庭表示不上诉，你赢了。谢谢赵老师。18楼，我妈以前说女人要有自己的房间，我现在有自己的楼层了。你妈说的对，你做到了。今天还有什么要办的？这个今天提交，3周前填好的，一直在等刘志强案结束，聘书2个都签，和这个。你算好了？算好了，不是冲动。赵老，以前你问我接刘志强案是不是为了给自己攒离开的底气，我当时没说，现在可以说了。对，攒了3年，从结婚第60天开始攒，攒到今天，够了。我30岁那年也离过婚，后来再婚了，现在的妻子是我律所的客户。那时候没人告诉我离婚不是失败，是你在知道自己要什么之后做的选择。林之毅，你今天签了2份文件，一份证明你是这个律所最好的律师，另一份证明你终于知道自己要什么。我妈在天上看着，她说过边界不是命运，我今天帮她证明。去吧，18楼的钥匙在行政那边，下午办。今天刘志强案结束了，聘书也签了，2个都签在同一天。申请表3周前就填好了，我一直等案子结束。什么时候？今天上午赵律师给了我聘书，下午我去了民政局窗口。30天，还有30天。按照协议第4条，经济独立，债务自理。你的债务是你3年攒的底气，我的债务是，我今天才真正懂你是什么意思。什么意思？你从来不是在等我不犯错，你在等你不需要我的那一天。今天你做到了，不是因为我今天犯了什么错，是因为你今天不再需要我了。我妈的信，她在世的时候写的。她写道：“别催我，选好了自然会跟她说。”你妈什么都想到了，你做了她当年选了很久才选的她镯子，她传给她的边界，你再帮她完成她没有完成的那一步。还有30天，这盆花在这期间还会开。走之前，我把它搬到新办公室，18楼。18楼阳光好，适合桔梗。
今天问第一天，从你签协议到现在这段时间，你有没有一刻觉得换一种选择也可以？有，很多次。第一次你在玄关追过来跟我说我妈她不是故意的，我想要是你追而不是追那一句话，不一定有后来那些协议。后来你打电话7个全拒，你说7个全打了，我想要是你早3年学会说这句话，不一定有这个倒计时。太晚了，不是说现在的你不够好，是说太晚了。我等了太多年才等到你自己打电话，自己改格式，自己说7个全打了，不是你的错，也不是我的，是我们之间有一个错位的时差，你需要的时间和我还剩的时间从来没有对上过。以前我以为这张纸上的所有电话都是拒绝，现在才知道，你每次跟我说你自己来，不是推开我，是推开你自己来承担我的习惯。这张是你给我的，上面的每一个叉都是我自己的脚印，后来那些勾也是。这张纸你留着，30天后不是结束，是各自开始各自的。你把它裱起来，挂在新的办公室。以后你招新人，告诉他们格式可以改3版，但第1版一定要自己写。好，第1版一定自己写，不能回头，那向前走。我可能走得慢，但我不会停。桔梗开始开了，30天之内应该可以全开。走之前我会搬到18楼。18楼阳光好。我不是来做饭的，上次那袋面粉落这儿了。明天活动中心做点心，每人要带半斤面粉，我自己的忘了拿。你们这儿的我借半斤，明天还。不用还，上次你放这儿的，旁边是我爸的茶叶。你爸的茶叶我喝了，降压的，开水泡，没有煮，泡了3遍，味道还不错。活动中心远不远？小区出门右拐，走到第3个路口。以前觉得跳舞是出洋相，现在早上起来就想去，不是为了跳给别人看，是一个人在家里太安静了。上次你说血压高，天热多喝水。活动中心有空调吗？有，周建国昨天去修的。他以前在工地上修过空调，现在活动中心的空调比家里的还好。你上次说近一点不是近到没有门，我后来想了很久，现在我也有自己的门了。活动中心那扇门，早上推开进去，里面都是跟我差不多大的人，没人管我是不是谁的婆婆。今天提案过了，不是老赵批的，是部门总监直接批。他看到方案第1句话是格式比上次好太多，第2句是内容也好。第4版1个月，标签终于不歪了。不歪了，也不是一次就写对的，但现在知道哪里会歪，以前连会歪都不知道。今天是第10天，你有什么需要我这边的文件或签字，我随时都在。没有，程序那边都在正常走。第10天桔梗开了1/3。1/3，我每天数花瓣，还有20天。这个已经在信包装好了，今天跟律所的案卷放在一起。程序走完那天直接交，你不用担心忘了，我不会忘。今天只想告诉你东西准备好了，不用你准备，是我自己准备的。不用我准备就好，你这样告诉我，我也放心了。桔梗开了1/3，剩下的20天，我继续改我的第5版。花开了你搬走，我送到楼下。好。第4版第5天，不用盖章，他自己会看到。不是来接你，就是在下面透透气。今天项目过了，第1次没给你打电话，不是不想打，是拨了又挂了。因为我发现，我是想告诉你，不是需要你帮我。项目批文贴在冰箱上，和我那些文件并排。你今天做了你3年都没做的事，把东西贴上去，不打电话。你看到批文下面写什么了吗？没有字，只有一个日期。你写了今天的日期和我的倒计时是同一天，我搬去香港的倒计时还有3天，全开的时候我搬。以前每次项目过了，我第一个告诉你，以为是爱，后来才知道是依赖。今天不是爱，是我想问，我现在改好了，你还需不需要我？不需要。但我看到你改好了，这个看到不是因为需要，是因为你自己做到了。
周末回来一趟，活动中心要填表，妈不会填，你帮我。妈，周末我有工作，你自己填，有不会的地方问活动中心前台。以前我帮你是因为我不帮你就是不孝，现在我知道帮你不是孝，是我自己需要被你需要。你自己填，不会的可以问，实在不行拍照发给我，但不是周末回去。好，我拍照发你的，你忙你的。今天不是来接你，就是下来透透气。我妈打电话让我周末回去帮她填表，我说不是因为你，是因为我自己周末要改第6版。你以前帮他填，不是帮他，是帮他依赖你。我知道，所以才说，我以为她会哭，她没哭。她问我不会的怎么办，我说拍照发我晚上回。她说你忙你的，就挂了。他今天没哭，他知道这个不跟媳妇儿无关，是儿子自己说的。她是不是早就知道？他知道，从你把钥匙交出来那天就知道，只是需要一个时间。你今天说了，不是切断，是让他知道你还在这里，但不是以他需要的方式在这里。还有3天。还有3天，桔梗差不多全开了，白色变成淡紫色，开到最后是这个颜色。今天你做了你以前不会做的事。你第一次在她妈妈面前说妈谁进我屋子了，你脸上的表情我现在还记得。那时候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，现在知道你在拒绝一个你不想要的安排。我今天也拒绝了，不是因为他，是因为我。你做到了。林律师，我不是来提离婚的，还没结。我想问，如果婚前就知道会有问题，你会建议我嫁还是不嫁？我不建议，我只说我能看见的。你来找我之前，你心里已经知道答案，你来只是想找一双耳朵听你说。他家里，他妈妈每次见面都问我们什么时候生孩子。他说他会改，但3年了。没改。我怕的不是他妈妈，是他从来不在他面前说我们还没准备好。这张表格你可以先拿回去，不一定要用，但把它放在你能看见的地方。等你不需要再问任何人的时候，你会知道什么时候填。你怎么知道该是时候了？当你不需要再问我这句话的时候。你窗台的花开了好多，从倒计时第1天开始养，今天第18天，开2/3了。花不是送给别人的，是自己买的白色桔梗。以前有人送，我没要，现在自己买。下午接待了一位客户，他说我怕的不是他妈妈，是他从来不在他面前说我们还没准备好。我说当你不需要再问我的时候，就知道是时候了。今天我签字了，笔是妈留下的，墨是同一瓶。第28天了，桔梗开了多少？全开了，从第1天到现在，每一朵都开了，白色变成淡紫色。你在写什么？方案第7版，自己留着的，不是给任何人，是我自己写的。从第1版被老赵退回来到现在，每一版我都留着。7版，以前你写1版就找人帮你看，现在自己写7版，自己留着。以前我以为做得好是为了让别人看到，现在知道做得好是因为自己看到了。明天最后一天，桔梗全开了。周承安完成的方案第7版，自己留着，我也准备好了。几点了？差一折3点，你倒计时最后一天还有不到24小时。
你中版写了什么？写了我以前不敢说的话，方案方向需要调整，跟团队沟通了很多次，没有你帮我打磨，我自己面对反馈。最后一行写的是感谢每一个人。你中版的墨页没写知意帮我检查？没写，也不需要写。明天你要去医院，预约的是下午，杰跟我搬到楼下，你不用操心。差一刻3点，我也还有最后一天，明天晚上我来拿笔。30天，今天到，花全开了，我帮你搬到车上。你说过18楼阳光好。今天上午我去律所，程序上完成最后一步。这份信封我拿回18楼归档，婚戒还在办公室抽屉里，我留着。婚戒留着，爵哥你带走。18楼阳光好，开得好。以后开谢了，你再去买，自己买。今天这盆桔梗是我第一次自己买，以前都是别人送，我不要。现在这个是自己的。你帮我也好，我知道你不是来留我，是来履约。方案第7版写好了，放在中版纸袋里。我下午去律所归档程序，2个都完成了。完成了，还有一件事儿。上次你跟我说第1版一定要自己写，我现在知道什么意思，不是格式要对，是人生第1版你自己写，以后什么版本都不会忘。这就是你说的那盆桔梗。今天正好全开，以前放在楼下公寓窗台，现在搬到18楼。桔梗喜欢阳光，18楼最好。协议文件归档了，高档了，用我妈的旧钢笔签的字，和上次刘志强案用同一支笔。你妈会高兴的，不是因为离不离，是因为你自己写的。走吧，楼下新开的家居酒，你说的那家，今天请你。我请你。今天不是庆祝，是结束一段程序，程序结束，往前走。林律师，我不是来问该不该嫁，我是来问婚前协议怎么写才能保护好我自己。房子是我爸妈出的首付，他妈妈说婚后一起还贷，但只写他的名字，我不愿意。你已经知道答案，不是不嫁，是用规矩保护自己。模板我帮你填，首付比例、还款比例、产权份额，一条一条写清楚。不是针对他，是针对以后万一发生的事儿。你以前也写过这种协议吗？写过。不是写给别人的，是写给我自己的。4条款：第1条，我的房间不能动；第2条，大事商量，小事自理；第3条，亲戚来访提前告知；第4条，经济独立，债务自理。后来那份协议上的条款变成了现实，不是协议保护了我，是我自己执行了它。协议管用吗？协议不管用，是你管用。你签下去的时候，不是把权力交给对方，是告诉自己，我有线，线这边是我的。妈，程序走完了，上周满30天。今天我来跟你说一声，不是商量，是告诉你，我和知意离婚了。30天，你上次回来，你爸刚来，我还在学怎么用那个血压计，现在我会了，每天早上自己量，数字写在挂历上。我知道，你上个月去活动中心填的那张表，最后是我帮你改的，但第1遍是你自己填的，你只空了3个格。你爸现在会淘米了。淘3遍自己知道，我告诉他知意离了，他没说话，就是把米淘了2遍，然后说水放少了再加点。我爸知道，上次他回来，知意跟他说，桂兰姨需要的是丈夫，不是儿子。那句话我后来一直记着。今天来是想说，妈，你需要的是他，你需要他在厨房里学淘米，不是我给你填表。我想了好几年，是我觉得你是我儿子，你就得管我，我不会填单子，银行的人叫我一直不学。以后你忙你的，我有事找你爸，他学得慢，但他在学。
妈，你血压高那些药按时吃。你说过活动中心的扇子是红绸面的。你回去吧，下次来不是来报告什么，是来吃饭。你爸的米现在能吃了，不加生了。这是6毛8，不是8毛6。你看小数点点在6后面。上次买鸡蛋，我把8块5看成5块8，被你骂了一顿。不是骂你，是教你。你以前在工地上，材料单都有人帮你填，现在没人填。今天你自己去交电费，单子在电视机旁边。银行那个女的，上次教过你怎么填，你不会就问她。问他，我记得填户号、填金额、签字，我签你的名还是签我的？签你的，户主是你，一直是你。以前是我替你签，以后你自己签。你今天发消息了，冬青长高了，我刚才进门也看到了。不是打电话，就是发点消息，无关紧要的。你以前说不发过去的事儿，不发协议，不说过去，我就发冬青。我自己填了电费单，填了3遍，最后对了。电费单以前是我填的，你第一次填3遍不多。我当年去律所第一次填诉状也填了3遍，这些都是你自己的，和我无关。我只是看到了。和我有关，但不再需要你帮我。无关紧要的消息以后还会发，你回不回复都行。收到，冬青确实长高了。林叔，茶叶我会给我妈，照片留着，以后给我妈看。告诉她这个戴镯子的女人教出了你女儿，你女儿教会了我怎么改方案。你爸寄了茶叶给我妈，还有你妈的毕业照复印件。他说你以前也是我家的人，以后照顾好自己妈妈。包裹收到了，看到了。茶叶寄给他妈妈，你怎么知道他爱喝？上次你说她血压高，降压茶只有我在喝，寄给她，她一个人喝不完，她丈夫周建国也会喝。一张照片继承安，他以前也是我们家的人，以后不是了，但还是可以收到一张照片。你上次说妈说过边界不是命运，她毕业照那张是在大学门口照的，他那时候还没认识你，手上已经戴着镯子了。那是你外婆传的，你外婆说女人要有自己的东西。你妈带着她嫁给我，你带着她嫁过人，现在你还带着，但这次是你自己留着。东西可以不送给别人，自己留着就是自己的。你以前说边界不是命运，我现在知道后面半句了。你说边界不是命运，边界是选择，选择以后各安其好。你在喝茶，妈在天上看着。我降压了茶，杯子里的龙井凉了，但还在喝。你妈看见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她会笑，不是笑结果，是笑你每一步都自己走。跳得好，扇子掉了捡起来继续跳，这一步比他一辈子站在灶台前都远。你爸站起来鼓掌，他以前从来不在人群前站起来。视频我存了。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去年今天你第一次调监控，当时所有人都觉得你太计较。今天我妈自己在台上掉了扇子，自己捡起来。她学会了，她不需要别人帮她捡。她说她要谢谢你。不用谢，她是自己学的，扇子是她自己买的，舞是她自己跳的，掉了是她自己捡的，跟我无关。你也在自己改方案，
这是你们自己的事儿。视频我存了，祝你妈下次跳得更稳。林律师，我想立遗嘱，不是快死了才立，是想把我名下的财产分配清楚，房产给我女儿，存款分2份，一份给女儿，一份给社区活动中心。我以前在那里学跳舞。社区活动中心，您学跳舞，扇子舞还是焦裕舞？扇子舞，跳得不好，扇子老掉，但每次掉了捡起来继续跳。活动中心的人说我是全队最坚持的。活动中心的受尊条款需要法人代码，您下次把信息拿给我，我帮您填。存款分2份的手续费不一样，我帮您做成表格。你以前做过这种遗嘱信托吗？做过，和年轻客户的不一样，他们的第1份协议是婚前条款，您这一份是最后一程，都能做，程序都一样。今天不冷，我刚签了新合同，不是贴在冰箱上，是留在办公室自己归档。贴不贴都行，你自己归档就好。你呢？下午接了个新案子，一位阿姨的遗嘱信托，她在社区活动中心学跳舞，说扇子经常掉，但每次都捡起来。我把她的话写在案件摘要里。她捡扇子的次数比我改方案少很多，但动作一样。你的客户都跟你有点像，不是故意挑的，是就吸引这样的人。以前我接的案子都是关于边界、婚前、婚内、离婚，最近开始接到关于之后的遗嘱、信托、财产安排，可能是我的职业生涯也在换阶段。我的方案也在换，以前全是旧项目改数据求人，现在在长期市场分析，要花半年做完，不像以前那种1周要赶出来的活。你忙你的，我继续改。过段时间我要去外地分公司培训新人，是之前提过的那个计划。走之前请你吃顿饭，不是送你走，是吃顿饭。好，你定时间。今天没写无关紧要的消息。现在说了，收到了。明天早上的航班，去分公司培训新人半年。今天不是送你走，是吃顿饭。你以前说咖啡太甜，后来每次我都买无糖。你第一次买咖啡是很久以前，那次你说不是我妈煮的。现在你自己买，自己知道无糖。我刚才做了件事，把冰箱上我那张批文和中版纸袋拿下来了。你那份边界协议和冷静期回照还在上面，那是你的。批文你自己收好，那份协议你不用贴，早就在你自己手里。贴在冰箱上是贴给我看的，你不用贴了。批文和中版纸袋我都带走去分公司，新人的第1版方案我让他们自己写，我会跟他们说，有个律师以前告诉我，格式可以改3版，但第1版一定要自己来。起飞了，昨晚在你楼下喝了最后的咖啡，无糖。冰箱上你的协议还在，我那张批文带走了。新人培训第1课今下午开始，我打算跟他们说，第1版自己写。收到了，第1课自己写。桔梗还在开，冬青长高了一点。平安。第1课上完了，有人问格式不对怎么办？我说改3版。又问3版还不通过怎么办？我说继续改。说完以后我自己愣了2秒，这句话是你说的。不是你愣了2秒，是你自己说出来了。黑板上那行字字体不歪了，比我写的好。大孔对内侧，小孔对外开。
书桌装好了，抽屉滑轨装反2次，第3次对了。以前家里坏什么东西，要不我妈修，要不你帮我修。今天我自己装的，人生第一个独自装的抽屉。第1次装抽屉，滑轨装反2次正常。以前我装过你妈家那个老柜子，那个柜子最上面的抽屉轨道是歪的，你妈用胶带粘了好多年。那时候我以为你会说我帮你装，你没说，后来是你妈自己粘的。我说这个不是翻旧账，是确认，现在你自己装自己的。林律师，我不是来打官司的，我丈夫上个月过世了，我们结婚46年，他走之前把房产证和存折都收在床底下，谁都不告诉。现在我想把财产分割清楚，女儿一半，另一半捐给老年活动中心。您丈夫生前有心脑血管方面的病吗？有，高血压，但最后半年他每天晚上自己量血压，自己吃药。走之前1天还在阳台上浇花，自己量血压。以前是我，以前是您帮他量，后来他说我自己来，你不用操心了。他走的时候很安详。林律师，你做了这么多案子，你觉得这辈子最骄傲的是什么？不怕了。这是桔梗，我年轻时也种过，开到最后会变成淡紫色。有人说桔梗代表永不放弃，我觉得不是，是放弃之后还能继续。之意，桂兰前段时间托人从国内给我带了罐茶，她自己去茶叶店挑的，说是降压茶。程安昨天寄了一个信封回来，里面是你妈年轻时的毕业照底片，她说扫描了留了一份，底片应该还给原来的人，我收到了。底片她寄还给你也好，毕业照那镯子，妈带着的时候还没认识你，后来传给我，她一直知道镯子的主人是谁，底片还给原来的人。桂兰带来的茶我泡了一杯，茶叶不错，她已经学会了怎么挑。她也学会了。爸，上次你说我妈看见我现在这个样子会笑，我上次跟一个客户说了一句话，他问我这辈子最骄傲的是什么，我说不怕了。你妈也说了一辈子，不过她比你多花了几年。你说的对，不怕了。周老师，你之前说第一版一定要自己写，你以前第一版被退回来过吗？被退回来4次，第1次退回来的时候，我前妻还在帮我改格式，那时候我以为格式对了就是全对，后来才知道格式只是格式，内容要自己写才作数。第4次退回来你怎么办？改第5版，一个人改的，到现在改了7版。他刚寄来血压记录，每天自己量，没断过。以前量血压都是我帮他填表。萝卜干太咸，但比以前好。以前不放盐，现在放多了，下次他会刚好。我爸没帮他，他自己写的。腌萝卜干也是自己腌的，咸淡不对没关系，自己做的最重要。你结业了，新人问你改了几版，你回答的对，改第5版，一个人改的。你以前不会说这句话，现在会了。晚安。晚安。明天开始第8版，这次是我自己要写的。
回来1周，昨晚到，今天在楼下等你，不是送花，是想问能不能上去看看18楼。以前你说过那里阳光好。上来吧，18楼。这张照片你爸给了我一份复印件，我放在新公寓书架上，原版在这里。复印件你留着，原本是我爸拍的。我妈毕业那天，他在校门口等她。批文你留着，我以为你扔了。冰箱上只剩我那份协议和冷静期回征，你这个归档用。这盆桔梗，你在花店买的？白色桔梗确实会变成淡紫色，不是花期过了，是时间到了，明年还会再开。种花跟写方案不一样，不是改期版，是每年自己开。你方案改了期版，花不需要改，它自己知道什么时候开。去年这盆花差点死了，你搬了家搬了楼，现在它自己开了。以前我以为做得好是为了让你看到，现在知道做得好是因为自己看到了。以后我每次回来都会经过这片冬青，我不会打电话，只会在楼下站会儿。不用站，以后有事直接上来。18楼访客电梯是左边那部。以前你每次在楼下站着，是不知道该上来还是该走，现在可以上来了。以后我知道这栋楼的电梯密码，访客左边18楼。这里阳光确实好。你窗台上那盆多肉以前在那边老掉叶子，这里不会。你妈的照片也在这里，毕业照，她那时候还没结婚，手上已经戴着镯子。毕业照是我爸拍的，镯子是外婆传给我妈，我妈传给我。你说过，男人不该替女人保管东西，我现在自己保管。办公室里有保险柜，产证在里面，手套印釉也在里面。18楼早上7点到晚上10点都能上来。以后背面还会写新的，这次是我自己要写的第8版。行业没有变，变量在我自己。我先走了，访客电梯我记住了，左边那部，18楼，下次来不用在楼下站着。以前觉得要结束时一定会有很多话，现在只想说你走吧，楼上阳光比楼下好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原来执念放下的那一刻，风都是温柔的。不必纠缠过往，重新出发，就是最好的答案。日子稳稳当当，就是最好的福气。守住本心，便是最好的传承。万物皆有新生，我们亦是如此。所有的拉扯与煎熬，终都长成底气。止于晚风，止于过往。我们都在迷雾里寻路，最终与自己与过往温柔和解。妈，您放心，我会一直陪着他的。各自圆满，岁岁安然。